到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韵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韵晨好，大家好。好的，我们来看到啊，今天早上的一个非常大的消息，那就是美军呢正在南海举行这个任务，没有想到在30分钟内竟然是连坠了2机。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在26日的声明表示呢，说美军的1架直升机还有1架战斗机在南海执行例行任务的时候，30分钟内竟然是相继的坠海，而2机呢都隶属于航空母舰迷你兹号，所幸所有的人员都平安脱险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时间序哈，首先呢是在当地时间26日的下午2点45分，首架是美国海军 MH-60R 海鹰号反潜直升机。它先在2点45分坠海了，然后在半小时之后呢，大约是下午的3点15分，一架隶属于打击战斗机第22中队的战斗红冠机的 FA-18F 超级大黄蜂式的打击战斗机呢，竟然也在执行迷你兹号的例行任务的时候坠入了南海。哇，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F-18超级大黄蜂呢，它可是20亿的战机耶，而且呢，它在去年10月至今以来呢，已经连摔了7架了。这每一架的造价大约是高达了6700万美元，也就是说，它一架的造价就是新台币20亿元。结果它竟然是已经摔了7架。好，那这一次的事故呢，也发生在这个迷你兹号，它是最后一次部署了，因为这个迷你兹号呢，它即将在这个2026年的5月退役了。结果这个地点还是在非常敏感的南海地区，所以呢，大陆的网友就出来说了，他说：“哦，这个美军又要来碰瓷了吗？”还说呢，这个抓住时间的窗口，赢得战略主动。还说呢，美国的飞机又跑到南海来碰瓷了。不过这一次的代价有一点大，是20亿。好，才说呢，中国的脉冲武器可以做到神不知不觉啦。好，不只是中国大陆的网友在这边调侃自己，美国自己的网友也在开始说了，因为现在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美国的政府是停摆的状态，所以这个很多的军人是拿不到薪水的，所以美国网友就说那是因为飞行员没拿到工资啊，哈哈，还说啊，如果你不在别人的后院里面飞来飞去会更安全，你去墨西哥湾训练吧。还说他们有没有请中国来帮忙把飞机从海里拖出来呢？有没有请中国来帮忙这件事情很难说哦，因为现在呢，这个大陆是赶快发了这个航海警告，说啊，南海部分的海域去禁止试验活动，禁止驶陆。好，这个禁止驶陆是不是因为这个有2架飞机掉到南海去？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过去的时候，美国也曾经在南海不小心这个 F-35战机失事，结果那个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要进行去打捞。因为就是很担心说最新的国防科技会落入中国的手中。那个时候是一架 F-35C 战机在2022年的时候于南海坠落，当时是撞到了卡尔文森号的飞行甲板，然后就落入海中了。所以美国也非常的紧张啊，很担心说哇，这个南海可是中国的这个离它很近哎，万一这个最新的战机落入中国手中，那就惨了。不过我们来看到啊，其实现在呢，美国也是非常的积极的在这个海上的兵力设置有非常大的一个进展。我们来看到呢，它要拟增海上侦察连来强化态势感知。好，为了要应对解放军崛起冲突的西太平洋地缘局势，美军陆战队5年前推出了前瞻的兵力设计转型。而根据规划呢，美国陆战队将持续引进新型车辆、2栖的载具，还有无人机之外呢，还要增设这个海上侦察连。当然，海上就是一个重点喽。不过呢，我们看到中国呢，它也在研发这个水母监察机器人，要用于静音水下任务。这个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去模拟水母的游动方式，还具备多种潜在的应用。好，除了这个最新科技之外呢，中国解放军呢也开启了 AI 的作战吗？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陆军的第72集团军某旅的黄草崖英雄连，他在举行抢滩登陆
的时候，竟然是机器狗在进行抢滩呢。可以看到它展示了这个新型的这个部队在空中作战和地面各型无人装备的能力，机器狗都可以去抢滩了。哇，那都不需要人了，也不会有伤亡了嘛。那除了这个最新的科技之外呢 ，AI 当然也是一个军事上面的很大的应用了。我们来看到路透社的报道。他说呢，北京正在将人工智慧融入军事系统的系统性而努力，包括了机器狗啊，还有自主无人机群、卫星等等。而在2025年呢 ，DeepSeek 的系统呢，也已经出现在了解放军的多项招标当中。而今年2月推出的 P60军用车辆呢，能够时速50公里，自主执行作战支援任务。该系统呢，也是由 DeepSeek 来驱动的。好，现在 AI 已经进入了这个军事层级了吗？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啊，今天早上的新闻，也就是美国在南海执行任务的时候的坠机意外，这个坠机的地点可以说真的是相当的敏感吼。我们先来请教郭正亮。这个目前调查原因还没出来啦，不过有人举可能性啊。第一个就是尼米兹航母实在是太旧了，所以牵涉到这个舰载机机械负荷太大，运作环境恶劣，那是不是零件的寿命都出了问题？可是那2架飞机啊，相继落海，那没有人伤亡，没有人伤亡。那不知道是弹射上去，因为弹得不好，所以导致它没有算准啊。也许是航母的问题，那也有可能是人为的问题，那就是飞行员判断。可是这个比较诡异啦，因为飞行员你那个航母再旧，那飞行员也是新的啊，所以大家认为如果是就是在同一天内2个掉下来啊，那不太可能是单一原因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环境条件，就是是不是能见度啊、天候啊等等。可是现在也不确定啊。坦白讲，这种事件是有史来第一次啊，从来没有发生过。30分钟内，对，连续。那你当然说是不是中国大陆电战能力？这个坦白讲是有点匪夷所思了，因为突然增加这么强的电战能力，那美国如果真的抓到证据，那这个就很大的事件了啊。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导致的啊。那是不是也包括操课太频繁？那美国的飞行员倦怠，有很多因素啦啊。这个还是真的那也有那个系统的维护，因为它很旧嘛啊，所以是不是旧碰到旧，那就在操作上都临时出了状况啊。这个坦白讲，美国是蛮没有面子的啦，而且这个飞机又不便宜，那又不是随便的一个起降啊，所以就觉得难以解释了。我今天早上有一堆人把这个新闻传来，都在问我，说这是大陆搞的吗？我认为不太可能，中国大陆不会做这种事啦，因为你搞这种事交战，如果坠机有人死了，那就交战了，对不对？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因为他如果要表达压力，也不会直接就往飞机去行使电子干扰，不太可能这样做了，代价太高了。所以基本上就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啊。那如果美国自己会造成这个状况，那坦白说，他的航母舰队的战力就令人怀疑了，要大打折扣了啊。就是这个是难以想象。不过航母是这样了，航母的那个所有的操作的效率，还有作战的能力，都是血泪累积的啦。因为你没有开好，你就撞死了嘛，所以就是累积很多经验。那美军很多状况频发啦，那当然美国海军最被诟病的就是新舰很少，那大部分的军舰，尤其是航母都是30-40年以上啊。2战时候，然后维修在它的船坞要排程也排不出来，
因为美国海军真的可以修船的船坞只有4个，所以才会积极在找韩国要合作嘛，那有一些航母一排程进去做维修，半年就没了，那大家就在它后面，那可是还是要出航啊，就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任务要出巡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大爆发啦，就是原来可以破旧到连那个飞行都发生了意外事故，所以我不知道美国海军怎么去检讨这个事件啊，我认为这个应该是里程碑的事件啊，就是使他不得不去全面的去看他内部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相关的专家了，张将军。对，我认为这个李米兹航母打击群，它的2架，这个海鹰的拐动的直升机跟 F-18这个超级大黄蜂相继坠毁，我认为是非常罕见，这非常这2架飞机，我认为这个因为只要是这个失事，飞机失事有3个原因，有这个我们讲的环境因素，就是天气啊、天候啊，我认为环境因素暂时可以排除，因为这不是夜航，你如果是夜间的话，能见度不好，看不到。会造成空间迷向或错觉，人也没办法克服。我认为它是白天、下午的时间，我认为都还好。所以环境因素我认为暂时可以排除，那就剩为人为因素跟机械因素。那人为因素这2个都是双座机，你要知道海鹰直升机它是2个，这是正驾驶、副驾驶。这个超级大黄蜂 F-18也是前座后座2个人，这2个人如果你要说说有这种人为因素。我说可能性也不高，因为2个人会彼此互相除错，我提醒你，你提醒我，你没看到我，但我知道，我提醒你一下。那我有错，你也会提醒我。所以我人为因素我认为也不高因为都是双。如果是1个人那很难讲，有人他身体状况或者在大机的这个剧烈动作，他会短暂的昏迷，那有可能。这个都2个都弹射跳伞。都获救，因为直升机除了正副驾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所以直升机3个都获救。超级大黄蜂2个人都弹射跳伞，也都成功获救，所以我认为人为因素也不高，那就变成机械因素。那我们看到机械，那机械因素怎么会这个样呢？怎么会有机械因素呢？是美国耶。对，那这机械因素，对，这变成机械因素了。我们就是因为是美国，我们拿这个排除法，你要排除法，环境因素、机械因素。这个人为因素，那你排除这2个，那剩下机械因素。那接着我们来看，怎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个海鹰这个6栋的这个直升机，它算是这个旋翼机螺旋桨嘛，但是它是双发动机哦。然后双发动机会有问题吗？还是其他的这个系统产生了这飞超系统或者飞控电脑出了问题？你要从这方面来，因为这个比较紧急，一个是发动机，一个是飞超系统。这个比较紧急，其他什么无线电啊，或者是电磁信号或雷达，那个还没关系，那影响不大，不会这么直接的，不会影响到飞安。那我认为那是不是它的这些我们讲到的发动机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那又非常紧急，然后它的载重又大，只剩下单发动机，那有可能，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发生就有可能了。然后我们这个 F-18这个超级大黄蜂。那它也是双发动机，而且它 F-404引擎 ，F-404引擎应该算是不错啊。而且就算有一个发动机失效，那个飞行员也有可以处置，他用单发动机也可以回到航空母舰来落舰。应该也是这样子啊。那到底怎么会有那么紧急的情况？没有办法，飞机没办法挽救了，2个飞行员一定要弹射跳伞，是这个样啊。那换句话说，我认为机械因素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可能机械因素又带了一些复合因素。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因素再加进去，造成这个飞机没办法挽救，没办法挽回，就弹射跳伞。他讲了这个飞机总共是这个6000万，这个7000万的，我现在大概已经超过1亿美元，因为你要加上通膨换进去，而且这个发动机的钱你要算进去，因为这飞机的钱啊是我们讲的飞机的钱，发动机是发动机的钱，2个是分开的。你讲的飞机的钱，那发动机钱要加进去啊，是这样子，它是2个是分开来算的，它是奇异公 F-404是奇异公司做的，那也是比较贵啊，你要算进去就不得了。我们来看呢，我们回溯到2021年那个美国的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舰康乃狄克号在南海撞海底山脉，它到现在为止还没修好哦，已经5年了，预计今年就要修好，2025年要修好，还没修好，已经花了15亿台币，就是5000万美金，都还没有修好。所以在南海这方面的问题，
其他相关的这些环境因素也蛮复杂的哦，不是光只是机械因素哦。所以他认为这一个同时有2架坠毁，对啊，而且同一个都在下午时段，我认为并不单纯。所以可以说现在其实美国的这个军力上面的这个维修的部分，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么的及时更新吗？苑老师，我跟你讲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常识来判断了。首先第一个，尼米兹号啊，就是航空母舰的话呢，就航行霸道50年了，就是人的话呢，嚣张50年也都差不多了嘛，对不对？70、80岁了啊，这个尼米兹号就要准备退休的嘛。机械老化是真正的原因了。然后呢，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士气上啊也是很有问题了。就是大陆目前为止航空母舰的话，就是我们感觉上还前不久就有辽宁号，然后又有山东舰，然后现在又有福建舰，这全新的。你全新的航空母舰面对一个已经霸道了50多年的航空母舰，那这个根本没得比嘛。那再加上这个士气上来讲的话啊，那么大家也可以了解到，这个解放军目前为止啊，我最近刚去听到了一个名词啊，我这边讲到这个抢滩的训练演习啊，我就听到一个叫刘老庄连的，大家有空的翻一翻啊，因为这次阅兵的时候啊，他们得到了就参加阅兵活动，现在得了一个奖叫时代楷模。啊，那个整个那个攻击力啊，那个士气如生啊，就大家知道，就是说大陆目前为止啊，这个攻击力啊，它完全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为什么前面先派出去机械狗？因为其实啊，这个抢滩啊，步兵最害怕什么？最害怕地雷啊，对不对？机械狗炸掉，那么以大陆的生产来讲呢，机械狗炸掉，就像我们这个啊损失了一个磁碟片一样，根本无所谓啊，对不对？因为这个便宜嘛。但是呢，他所做的功劳、做的贡献，那就可大了。那我现在会觉得说是美国本身的话呢，他们的这个航母舰又老，然后呢士兵，大家了解那个 F-18出来，我们在台湾想买 F-18那不卖给你啊，对啊，宁可丢到南海去也不会卖给你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了解到，像那个直升机，我们想买也买不到啊。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士气啊也是问题。另外刚刚我们将军也提到了维修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美国什么事情？美国不是只有撞到那个核能潜艇维修，就是杜鲁门号也在维修，然后那维修的话还有个布遮起来，那个川普在前面有模有样的那边讲话，这一些都说明这个现象，就是说美国本身在南海部署的兵力力不从心啊，想部署但是没有办法部署了。为什么？啊，这个最主要原因啊，这个时候第一个就隔得很远，第二个拉帮结派里面的话呢，那个找到韩国来修船啊，找日本来修船啊，这个效果大不如预期。那这些情况来讲的话呢，慢慢对于美国的士气影响非常大。不过我最后要提一个重点啊，我觉得今天这个消息发出来啊，我自己想，我多想一点啊，我哲学家嘛，对不对？我多想一点，我觉得这个消息是故意发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啊，因为我常常以前跟将军在聊，这个航空母舰飞机起起降降，其实都很危险的啊。那你看那个围台的话呢，他们发出来的话呢，一般来讲都不会让你知道，你知道南海有多大，对不对？南海有4个新疆大，但突然让你知道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仔细想一想，美国在海上出事，一次35分钟内2架直升机跟 F-18，那他如果把这个消息发出来，这个对于大家心里做判断的。大概都知道，美国真的是在南海不太行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川习会的部分。川习会即将登场了，那么美国跟中国的第3轮的这个贸易谈判也已经结束了。那他们谈了什么呢？首先呢，是贝森特他放话说，中国终于愿意去买美国的黄豆了，而且同时呢，中国也愿意要把这个稀土管制给再延1年。这一次呢，美中的贸易代表2天是总共谈了10个小时，哇，这个谈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长啊。那事后呢，贝森特说是终于成功的谈成了这个大豆还有稀土的情况。那么中国换到了什么呢？中国是换到了美方避免对中国商品来加征的100%关税。而这个马来西亚在经贸对谈的时候呢，李成钢他这个中国的代表呢，其实是对于这样子这个贝森特的说法，他是并没有正式的回应的。我们来听这个李成钢他怎么说。自中美今年5月份日内瓦经贸磋商以来，中方严格遵循中美2国元首多次通话共识，诚信认真落实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安排。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
好，可以听到李承康他的说法还是相当的强硬哦，跟前几次的这个会谈可以说是差不多的态度。但是我们来看到贝森特，他似乎这个在吉隆坡谈判结束之后呢，他的表情就没有这么的轻松了。我们来看一下贝森特他谈完之后他的说法是什么。Is there any differences from previous round talking? Any differences or breakthrough from the from the previous ones? Well, I'm not going to ge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but I think we have the very substantial negotiations here, and there will be some new nuance to them. Will the trade truce be extended? They're coming out of this meeting, I would say yes, but that is, at the end of the day, President Trump's decision. 哦，是不是因为这个谈了10个小时，真的是有一点累了？他的表情似乎有点僵，而且也不愿说细节，全部都说要由这个川普来做决定。而事后呢，他是先这样子受访完了之后，才说出哦，我们获得了这个中国愿意去采购这个美国大豆。但是来看到这一次的第3轮谈判跟前几次的差异是什么呢？有3点不同，这会不会就是这一次美国比较居于弱势的原因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前几轮的谈判都是在美国、欧洲啊，但是这一轮的谈判是在中国的家门口马来西亚。再来呢，就是这个对华鹰派卢特尼克，他罕见的缺席了。这位9月还在忙着搞晶片断供、新能源封锁的官员，被暂时按下不用了。那他的态度总是比较强硬的嘛，那贝森特是比较软的。再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美中的这个表情对比一下，可以看到这个贝森特他的脸啊，就没有像这个李承刚他们的比较这个春风满面。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第1天谈判结束之后啊，何立峰呢，他还跟这个李承刚满面春风的，非常的热情的跟记者团来打招呼，可以看到这个笑脸迎人，似乎是对于谈判的结果非常的满意。但是美方这边是怎么样呢？在磋商的第1天呢，美方的代表团他是悄悄的提前抵达会场，还避开大门口的记者哦，悄悄的从侧面进场，而且在会谈结束之后，美方同样也是相当的低调。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难道这个谈判的结果似乎是不如他们的意吗？至于这个人民日报呢，他也呼吁美国说要共同维护得来不易的成果。这些进展显示，中国跟美方是有能力妥善处理分歧的，双方并未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而是集中精力的去解决问题。好，现在就等这个中国方面来宣布说到底跟美国谈了什么了。不过啊，现在说这个贝森特他已经说中国愿意去买美国的大豆了吗？已经解套了吗？贝森特他说出了一句，这个他以前其实也是大豆农，所以他非常能够理解说这个美国大豆卖不出去中国的痛苦。而他的这个政府财务揭露显示呢，他在北达科他州拥有大豆还有玉米的农田，预估这个价值呢总共在500万至2500万美元。哇，这个价值这么高，如果卖不出去的话，当然会很惨呐。但是除了大豆之外，我们看到玉米也是非常的糟糕，因为现在这个玉米产量预估是创下了近160年的新高，但是因为这个产量太多，导致价格暴跌，以及化肥还有农业设备的成本在关税影响下飙升，导致玉米越丰收，反而美国的农民负担是更大，他们面临了更大的亏损，还有债务压力，全部都是因为中国不买了。好，除了这个玉米之外呢，还有棉花的情况，像是美国的上半年呢，也是对中国棉花出口是骤减了90%的。好，在贸易战之下呢，不止玉米啊，美国的大豆，还有这个棉花，甚至美国牛也是一个他们谈判的这个筹码。现在呢，澳洲牛已经取代了美牛的市场，关税让美国对中国每个月价值约1.2亿美元的牛肉出口急剧崩溃。美国对于中国的其他农产品出口也是遭受到了损失。哇塞，真的是美国的农民明明就是最挺川普的这一群人，没有想到在美中贸易战，在这个关税战之下，他们竟然是最惨的一群人。我们先来请教亮哥。我现在所有的新闻来源都是贝森特，中国大陆都没有证实。那贝森特当然有友好的这个敲桌的媒体啦，啊，尤其是路透社啦、AP 啦。
中国大陆目前没有承认任何新闻是真的啦，包括购买大豆。虽然中国大陆有一个分析师叫洪浩，说中国考虑买126万吨的大豆，可是也没有人证实。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比较像是股市炒作。所以今天亚洲的股市全部都是上涨嘛，然后稀土暂缓，他说暂缓1年，事实上根本还没开始实施啊。中国大陆的实施日期，它分好几个阶段，有的是11月8号，有的是11月28。我难以想象啊，中国大陆交换的条件会是川普不对中国加征100%。太少了，这对不对？不是这个逻辑不对嘛？对等关税154%都没在怕了，会怕这100%？而且现在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货品比4月2号还要少。中国大陆现在出口到美国的货品大概不到11%，4月2号是13.4%。所以怎么可能是这样的逻辑？所以我认为是贝森特在吹牛了啊，因为他是来之前讲的，然后他进去之后见了王文涛出来之后就不讲了，说由总统最后决定。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惯有的手法啦，就是来之前那就都想美国的希望啊，那很多媒体当然就信以为真嘛，尤其是财经媒体，因为他们要炒股嘛，就全部都登啊。那今天股票全世界都大涨，然后接下来跟王文涛谈完之后出来，一句话都不讲，明天又跌了，脸色也没有笑容啊，你觉得这叫笑容吗？然后就说，哎呀，最后由川普决定，实际上就是中国大陆要做这个面子，也不会做给你贝森特了。我讲白了是这样啦，可是我也难以想象，习近平就直接说好了，我们稀土管制就晚1年了，大豆我们就加减买1点。那请问中国得到什么？对呀，那川普岂不是买空卖空，说要征100，然后又没征，那这样叫买空卖空啊？不是既有的政策啊。所以我是觉得，坦白讲，如果是今天让我来谈啊，我会认为他在吹牛，因为是10月30号才要见面嘛。对，川习会。那接下来你就会又看到一些新闻出来了，说贝森特那个讲法不对了，怎样怎样。然后接下来你又谈出说中国要什么，然后接下来后面又有一些文章要出来。所以今天这个给我一个结论啊，就是中国的谈判代表没有在炒股票了。贝森特这一群人在炒股票了，就这样了。所以明天这个可能股市又要大跌了，因为可能又破局了，是吗？因为老师按照看亮哥的逻辑来讲，大家心里也知道明天的股市的发展。不过他讲的是有一个道理了，就是说呢，这个我觉得贝森特的话呢，在这个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有3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哈。第一个，卢特尼克的话呢，在华尔街里面登出来，他被川普臭骂了一顿，看样子是真的啦。就叫他不要去了，因为卢特尼克的话呢，基本上跟贝森特的背景都是华尔街出身嘛，所以这本来较劲的味道就很强了。那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贝森特放出一点那种善意，说他自己是 North Dakota 北塔克塔克的州的大豆农之子啊，他自己不种大豆啊，但是他非常了解痛苦啊，爸爸妈妈打电话来就很痛苦啊，他自己了解。那第3点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贝森特前天吧。还在这个采访他 ，Fox News 采访他说李承刚被开除了，你知道吗？他搞不清楚讲说，很高兴的讲说，因为表现的不好，他不是讲说把人家直接点名说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他不请自来啦，态度怎么样？后来他到了马来西亚一看，李承刚不但来了，还代表发言，还讲说美国的话呢，强调自己的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中国捍卫自己的利益。不是 WTO 那个职务卸任，对啊，不是开除啊？对他自己的解读是 fire。所以他那个就基本上，我那个时候在这个节目我就讲过，人家是升官呐，他原来是 WTO 的这个中国驻 WTO 代表，然后现在回来以后专门对付你贝森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呢这里头我必须要补助一点，
就说你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你看何立峰跟李承刚笑的那个样子出来，好，感觉上信心满满。那贝森特那个表情始终浓眉深锁，那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要讲什么。那接下来你会觉得说，大陆是一个团队，那贝森特好像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讲啊，都没看到第二个。那我这个就会觉得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我很少听到美国的官员这么尊重总统，说我现在都不能讲话，要让总统来做最后决定。要做什么决定呢？我跟你讲，这里面碰到一个很硬的问题，我们来做一点猜测啊。大陆一定跟美国大家谈到核心利益，要谈就谈，那其他的通通都不是问题，啊，大豆也不是问题，什么科技的封锁也不是问题，啊，然后这个什么这个，但是稀土对美国来讲是个大问题，是啊，那其他接二连三的话呢，除了稀土之外，啊，我们真的有好多，有一个长 list， 让我们在整个节目大家都很想知道，就中国还有多少招，只会感觉到，因为现在的话，今天的这个 Economist 里面讲说，这个中国在整个贸易谈判的过程中 is going to win the war。啊，就是说这个中国本身来讲，在台湾获得胜利，所以拜登特的这边的情况紧张。我觉得要谈呢，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台湾，就是台湾。当然，你一听就知道，你一听就懂，你一定要拿出一些，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内容。这个内容我讲完以后啊，股市如果台湾的问题还有可能大涨哦，有可能继续大涨哦，啊，但是你讲的情况下是，万一贝森特真的吹牛啊，也自己被 fire 以后呢，那股市可能会下跌，因为他都在吹牛。啊，而且他们本身的目的的话呢，就是国际新闻，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放空放多，自己都知道。但是的话呢，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大陆我所了解的啊，再加上我刚回来嘛，我所了解的大陆的核心议题啊，就是要从某种角度来慢慢的把这里面的政治跟经济还有贸易都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大陆要谈，而且这个很重要。所以美国也乐意去跟他谈。美国没办法，他不得不谈了，因为他要的东西都没有，他从头到尾，这就像是一个8岁小孩对一个7岁老人一来一顿王八拳以后，现在被打得鼻青脸肿，那个小孩差点没命了，就这么道理。好，张将军您怎么看呢？我认为是贝森特他这个有点故弄玄虚啊，就是我认为就是想要让子弹飞一下吧，跟中国一样，中国大陆这一句话一样，让子弹飞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把这个稀土当作战略物资来看，这个牌打得很灵活，掐到美国的脖子，因为美国还不得不需要这些稀土因为它整个军工产业重要的这些产业都要有稀土的成分。那中国大陆刚好也做一些我们的量的管辖，那这个量的一控制之后呢，美国还没办法，你要来硬的还是软的。我认为美国现在最重要，它是没有全面开放的底气。要打这个贸易战也好，关税战要有底气，要够。你如果不够，那怎么样打下去呢？我认为美国的几个底气不够。第一个，美国的贸易赤字太大，你一开放，美国只要全部开放，不打关税战，让市场自由，美国又变成贸易赤字又要屡创新高，美国怎么样去交代？怎么样去保护它国内的产业？没有办法，这个赤字太大，会造成美国很大的竞争力的折损。是这样，那再来就是美国国债太重，以前国债少有回旋的空间，现在国债已经到38兆了，回旋的空间没有了，还能够举债举多少？美国中央、联邦政府都要关门了，所以变成这样的，没有底气了嘛。那这个状况，这是结构性问题不是有办法做解决的。你一花了饮食卯粮，再留子孙，那造成现在的包袱过重，也就没有回旋空间了。那第三个在哪？第三个就是说，美国的制造业衰退。美国以前在1960年代制造业在全世界，美国一个国家占40%，将近一半。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只占全世界的15%，那中国大陆占28%，那中国大陆已经反超了。你像那美国怎么办？制造业是它的短板啊，以前是它的强项，现在是它的短板，这怎么样就没有回旋空间了嘛？你看这样的话，制造成本高。我们讲大疆无人机。大疆无人机的制造成本是只有美国的1/3。你换句话说，同样性能、同样规格，中国大陆这个可以卖3架，买3架。那美国做1架，中国大陆做出3架，怎么样？这个在市场上竞争，美国已经占为劣势了。这就是制造业，制造业就是底气，美国制造业底气不够了。那现在靠军工产业，但是军工产业只是局限在军工。现在所有的民生制造业800多项东西，800多大类的这些东西，
所以美国我认为是他的底气不足，所以在谈判之中，美国可能还要采取一些妥协，中国大陆才会有一些让步。好，美国的制造业真的不行，所以川普才一直希望这制造业回流嘛，希望大家来美国设厂。不过我们来看到这个美中方面的谈判虽然还没有出炉，但是川普来到这个亚洲行，他也不是一无所获。首先呢，他10月26号先抵达这个马来西亚这边吉隆坡，要来举行东协峰会。接下来呢，他在27号到29号呢会到日本去见这个高市早苗。接着呢，29号就是 APEC 的峰会在南韩，再来呢就是重头戏了，10月30号，时隔6年的川习会。好，我们看到这样，川普这样子走来走去，他为的是什么呢？见盟友，为的似乎还是稀土。我们来看到他在马来西亚呢，与东协4国达成了贸易协议，而马来西亚也承诺不对美国来限制稀土出口。马来西亚它同意不对美国实施稀土还有关键矿物的出口禁令，但是呢，它也没有明确的承诺说适用于稀土原料或者是加工制品。另外呢，这个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他也这个在跟川普聊天的时候调侃了一下川普曾经坐过牢。When President arrived, he asked me to join him in the car. I said that's against the security and protocol rules. And he was delighted to break the rules, and I... nice ride. It was a nice ride. And we share a lot of things in common. I was in prison, but he almost got there. 好了，这是开玩笑啦，说两个人都这个有这样子的共通点。不过呢，这个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呢，这个川普呢也在马来西亚跟巴西的领导人会面了。巴西是为什么会在马来西亚呢？哦，原来是因为巴西也很想要加入东协啦，所以这次总统鲁拉他也来到了马来西亚跟川普会面。而他说呢，这一次的见面呢，双方呢是意外的好，甚至还跟川普说这个波索纳洛要杀我。为什么会跟这个川普谈到波索纳洛呢？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之前美国跟这个巴西的关税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巴西的这个最高法院判决了前总统波索纳洛5项的政变罪名，所以川普就对这个巴西来课征50% 的关税。结果鲁拉跟他说，这个波索纳洛曾经说过要杀我，所以美方的做法是基于不正确的资讯的。好，双方似乎有这个化解僵局的情况。那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巴西也有稀土啊，所以他也是把这个稀土作为跟美国关税谈判的王牌。另外，巴西还拥有世界第2大关键的这个稀土元素储量，是可以用在电动车、还有太阳能电池板、智慧型手机、喷射引擎跟飞弹的。而它的这个丰富的稀土矿储量呢，当然就跟在美国这个关税谈判中占有了明显的优势。好，除了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巴西之外呢，这个日本当然也是重头戏，尤其我们的高市非常懂得要去取悦川普，所以这一次他们这个见面呢，当然也是会聚焦稀土供应，还有造船合作。我们刚刚说到了，美国的造船真的很弱嘛，所以要找日韩来帮忙。好，那双方也是聚焦这个关键矿产的供应稳定，来推动造船合作。另外呢，似乎也为了要讨这个川普欢心，高市早苗他也出奇招了，是要买美制的 F150皮卡。因为川普之前都一直抱怨说，你们日本都只会去这个卖车给我们，你们都不买美国汽车。所以一口气我们就这个决定要采购150皮卡车队了。好，另外呢，传说这个高市恐怕也会打这个安倍牌，因为川普曾经说过安倍是他的挚友，所以他可能就会带着安倍的遗像去见川普，但那不一定管用啦，因为川普其实还是以一个交易为中心嘛，他怎么会跟你去把闹呢？好，再来看到这个川普跟亚洲谈了这么多，很大一部分重点还是在稀土。那么这个中国大陆的稀土当然还是最重要的呀。所以呢，现在这个传出这个稀土的这个出口管制延了1年嘛，那现在稀土牌呢，似乎已经敲碎了关税大棒的最后体面，中国是最为吃痛的一次谈判。
只要这个关税大法引到实效的话呢，那这个关税谈判当然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就可以利用稀土优势来主动的发起进攻，让美国的锋芒是迅速的软化。另外呢，这个华油也警告了，说美国呢不要高兴的太早，这个美中的协议呢仅仅是1年的缓刑的，并非全面的和解，美国换来的仅仅是免于中国稀土勒索的1年缓刑的。好，而且不止稀土啊，现在中国大陆在科技发展也是相当的厉害。我们来看到呢，中国的“1055”计划启动，半导体跟 AI 自主化就成为了这个发展的重心。包括了百度、阿里巴巴、华为等企业呢，在生成式 AI 大模型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也推动这个智慧应用在各行各业。据统计啊，2024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营收会突破1兆人民币 ，AI 核心产业的规模会超过5000亿人民币，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好，另外来看到，不止在科技领域哦，你单论出口的话，其实中国也并没有缩减呐，因为最新的数据出炉了，来看到中国海关的进出口数据，出口金额在2025的前3季是不跌反升，甚至 Q3 还正成长，还高于了前2季。而中国对美国出口则是大减，但是它在对东协还有拉美非是大增。因此呢，西方的舆论就说，其实中国正在赢得贸易，它并没有输得贸易战。好，现在中国已经越来越会打这个贸易战了。那么，美国的这一趟，川普的这一趟亚洲行，对于他的贸易战的帮助有多大呢？我们先来请教亮哥。我觉得东南亚那个根本就不是为了贸易战啦，他是被安华骗去的啦。那主要就是泰国跟柬埔寨的那个停火啦。然后柬埔寨总统再跟他讲一次，我要推荐你诺贝尔和平奖啊。然后他说这个是我第8个和平，哦，就随便他讲的啦，川普自己讲的，说这是我第8个和平，哦。那其实另外2个哈，巴西讲大白话啦，巴西对美国是入超所以你打贸易战是在打自己好玩的，是不是？美国出口到巴西超过巴西出口到美国啊，所以本来就不想打了。主要是卡在他的好朋友 Bolsonaro 被抓了，所以那股气下不来。那 Bolsonaro 的那个鲁拉等于是跟他讲说你被骗了啦，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估计这个回去之后大概就没有了啦。因为美国对巴西打贸易战纯属无聊啦。对啊，那有没有？比如说什么咖啡来抵制你，那个意义都不大。日本我觉得不会那么容易善了啦。那个高市早苗太低估川普的精明了啦！你这个进口个皮卡我就算了，你以为我是谁啊？5500亿都不谈，事实上川普就是要听你那5500亿什么时候要他汇到美国啊？投资的项目是什么？不讲啊。然后高市只有讲说国防预算我们愿意立刻增加到2% GDP 嘛。川普怎么可能让你2% 呢？还有5%，北约就3.5了。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没有过关，这个完全避重就轻，然后又跟川普说我们愿意买大豆啦。日本人能够买多少大豆啊？日本人有在喝豆浆吗？有在榨油吗？有酱油啦，不榨油，对，只有酱油。日本人事实上炒菜很少嘛，所以它的销量不会太大啦，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美国人精得很啊，高市这个绝对没有过关，所以我觉得川普回去一定会给他压力了。我好不容易来你这里，是爸爸来看女儿啊，是这种关系，美国爸爸，你都没有端出一盘送我一个大礼。我觉得他会相当不满那你看这个稀土又在炒文章了，华盛顿邮报好像认为已经发生了，你知道吧？暂缓1年，然后还在那边叫价，暂缓1年不够啦，那1年之后我们怎么办？我跟你讲，这搞不好是连环错。最近美国的媒体常常这样这我也不会觉得意外了那我认为中国大陆如果没有一码换到一码，
回去一定被骂死。包括王文涛跟李成钢一定都会被骂。说你怎么随便就给人家暂缓1年呢？那请问你得到什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川普的这一趟亚洲行，稀土谈的怎么样呢？我们来请教燕老师。我们刚刚看到哈，这个川普改变了整个外交的这个基本上的礼仪啊 ，protocols 啊，完全变了啊。大家从2个方面来学，一个是川普自己的话呢，就是喜欢这个打破规则啊，连那个安华这个都拿了坐牢跟他开玩笑，这个其实是很不礼貌的。说句良心话，那另外的话呢，大家眼睛看到那个普丁耍了那个川普啊，那个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这个川普这个人呢，其实啊，有些地方很机密，川普对于要钱的事情很机密，所以我在讲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安华现在讲的很自如，对不对？然后鲁拉的话呢，就发现对川普的话就很自如啊。那么这个高市早苗变得很紧张，但高市早苗他这个用错力了，你知道吗？因为川普这个人呢，他说我跟谁好朋友啊？我跟那个金正恩好朋友，我跟那个这个普丁好朋友啊，我跟那个这个习主席好朋友。从来没有提过，我没听过，川普说我跟这个安倍晋三好朋友，高市早苗这种间接的关系，以这种女儿的身份来干一些孙女的事情啊，效果是很差的。但你们讲到说买皮卡让川普高兴，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因为这个小咖，我也觉得说是很同意的。我觉得石破茂丢下一个5500亿的烂摊子给高市早苗，看你怎么来做啊。另外我讲到稀土这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我觉得美国在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美国对这个稀土这个依赖的程度啊，就是真的是我刚刚讲到没讲完呢，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大洋魔，就是让你一直觉得稀土又好又便宜什么的，一直不停的买，到有一天突然断供没了。没了以后呢，我自己呢跟我这个物理系的同事谈了以后呢，美国产生稀土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难，这不是矿的问题，甚至这不是提炼的问题，这基本上是做有用的磁铁的问题。所以这牵扯到3个步骤，像你现在讲到马来西亚啦什么这些国家，巴西什么有稀土矿根本不稀奇，澳洲什么都不行。重点是那个提炼以及制成磁铁，这个技术美国我看20年都办不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我们继续来谈到川普的亚洲行，请教这个张将军。那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川普对于这个巴西鲁拉这个态度有点调整了。我认为可能也是稀土的关系，因为巴西的稀土的蕴藏量有2100万公吨。它是仅次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有4000万公吨的稀土，所以目前那个因为巴西国土很大，815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2亿2千万，这稀土都还没有开发。那稀土开发，那个中国大陆这个对美国限制，那美国一定要找替代来源，替代来源第2大的蕴藏量就在巴西。那所以看要怎么样去跟巴西来谈，要怎么样去开采巴西的这方面的稀土。那我们看到日本，那日本的话，日本是在太平洋战争，我们要让美国在这方面牺牲得蛮惨重，所以日本到现在为止还是美国的被保护国，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日本对美国来看，美国就予取予求，比如说美国在日本有驻军，每一年要付2100亿日元的我们讲的这些行管费啊，这些基地的这些水